嗨，你好，我是 Gap， 一个 Web3 行业的从业者。如果你对金融和经济的话题相对比较感兴趣的话，最近一定会刷到很多关于人民币稳定币 RWA 这样的一些金融话题的新闻，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也会神秘的告诉你说，我正在参与一些 Web3 的一些项目，希望你跟我一起来玩一玩，大家一起来发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懵，什么是 Web3？ 加密货币跟 Web3 是什么关系啊？我该怎么去了解一些 Web3 的相关知识和话题呢？说到一些你我都懂的一些原因啊，我们大部分人想要去系统的了解 Web3 的一些知识，或者参与到 Web3 的项目的时候，渠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就跟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对于互联网的认知过程是很像的。当你身边的朋友开始对 Web3 高谈阔论，每个人都在讨论加密货币的行情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业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可能有人会这么想，这对于我一个月薪2-3千的牛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相距太远了。我们得清晰地认识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之后，突然在市场上爆发的。这就跟珍妮纺纱机刚刚问世的时候一样，英国的纺织女工的生意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全部被抢走了。等所有人的生活都被 Web3 逐渐改变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市场的红利就已经消失了。时代抛弃一个人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未来可能会改变所有人生活的新技术 Web3。2025年的7月，美国众议院连续发布了3项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法案，分别是数字资产市场澄清法案、反 CBDC 国家监控法案，以及近期曝光度特别高的天才法案。这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第一次试图为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制定一部清晰全面的监管法典，为整个加密货币领域提供了由政府监管的样板和案例。这意味着 Web3 行业的蛮荒生长结束了，加密货币行业被纳入了现代法律的版图当中。与此同时，新加坡、英国、韩国、日本、欧盟、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都陆续出台了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从这里就能看出以前被各个国家政府提防甚至忌惮的加密货币行业正在被市场所接受，并逐步引导成为一种能管得住的金融产品。这种局面就跟加密货币刚刚火爆的时候，各大主要经济体纷纷的限制和打压加密货币行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加密货币作为 Web3 世界的基础也是大多数想要参与 Web3 项目的投资人最关心的话题。巴菲特作为传统的投资人对于这种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是非常厌恶的，甚至在2018年的股东大会上把比特币比喻为老鼠药的平方。在比特币大涨的2022年，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人以25美元的价格把所有的比特币全都卖给他，他也不会接受。但是呢，是这个已经退休的喜欢投资石油、银行、快消品的这种传统投资人，也悄悄的在2021年进行了加密货币的布局，投资了巴西的加密货币银行 New Bank 的母公司 New Holdings， 并且在这次投资中盈利了超过2.85亿美元。过去的10年间大部分人都还在讨论比特币到底有没有价值，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炒作盈利的击鼓传花的游戏并且看着比特币一路从几美元涨到12万美元一枚。所以很多人即便没有巴菲特那样雄厚的财力以及投资眼光，也想买一点试一试单车变摩托的刺激感。就比如说在俄罗斯那很多人家庭里头都会有那么1台2台的挖矿机，凭借着这种低廉的电价在家里边挖矿，增加一点家庭的收入。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过去的10年间通过业务接触到了加密货币，很多做国际外贸的一些朋友都开始日常接触加密货币，并且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日常支付的一种方式。有报道就说，在义乌的这些外贸商家当中已经超过有3000家接受加密货币 USDT 作为日常的支付的方式，总金额超过了10亿美金相比于传统银行的跨境结汇的这种方式USDT 作为一种新的加密货币支付方式，快捷便利，能大大的降低外贸商家的成本。相比较于个人投资者的灵活，金融机构相对来说限制就很多了。由于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流通性强的这些特点就成了很多隐秘的资金的流动通道。各国政府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对于加密货币企业各种疯狂的打击和限制。各类金融机构对于以加密货币为主要业务的这些公司也都是避之而不及，生怕成了哪个跨国犯罪集团的洗钱工具。所以这些交易所一开始想要进行法币兑换业务也是困难重重，甚至很难找到一些大型的这个金融机构为他们做资金托管的服务。总之呢，这些金融机构一开始对于加密货币行业的这些企业态度就是一个词：别来沾边。
在2024年1月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批准了以贝莱德、灰度和方舟投资这3家华尔街巨头提供的总计11只以比特币现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ETF 基金。简单理解就是普通人可以用法币在证券市场上去投资比特币这个产品了。这无疑给比特币市场上提供了海量的资金，然后比特币的价格也迎来了一波大涨，在1个月之内价格翻了近1倍。在2025年啊，这个情况进一步得到了改善，你甚至可以用加密货币去购买股票了。你可以在美国的 Robinhood 这种证券交易的平台上边啊，使用法币去购买微软、英伟达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股票，这就成了传统金融行业和加密货币行业的双向联动。证券交易所啊，将这些股票进行了代币化处理，叫做 stock token。这样看来啊，这些传统的金融行业和加密货币市场有了更紧密的连接。加密货币事实上已经无法从传统金融当中去剥离了，而且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投资机构在加密货币市场上边加注了投资。之前就有美图秀秀的母公司投资比特币盈利近8000万美元，近期呢又有马云持有的云峰基金在市场上边花费了4000万美金购买了以太坊。似乎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啊也想进入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领域，提前在 Web3 市场上边卡一个身位。你可能会说啊， Web3 就是这些大公司、大企业，甚至是华尔街的财团才会做的事情，跟我们普通人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Web3 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的。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啊，陆续使用加密货币作为主要的支付方式，甚至一些国家现在正在普及加密货币作为日常的一种支付手段。全球最大的支付网关 Stripe 以及全球最大的电子钱包 PayPal 都在前段时间啊推出了加密货币的支付结算方案。这意味着全球超过 4.3 亿的用户啊都可以直接使用加密货币在网上商城里边直接购物了。而在线下呢，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啊币安推出了 Binance Pay， 可以允许用户在线下以扫码支付的方式通过加密货币向商家完成支付。而且全球用户啊已经超过了1200万，总金额超过了700亿美元。虽然说呀这些行为都发生在海外，但是我们国家也正在推出以人民币稳定币为基础的一些 Web3 的行业应用。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钱包地址，我们都可以以加密货币在国内和国外买。但是加密货币作为一个野蛮生长的产物啊，它在普及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永远都是积极的、光明的。去中心化的特点也让政府部门啊没有办法进行完全的监管，因此啊，也给了那些想要通过加密货币去违规盈利，甚至是想要进行欺诈的犯罪分子啊一些可乘之机。在美国一个市场上边，2024年因为加密货币欺诈而导致的损失啊，已经超过了56亿美元。之前啊，就 FTX 这样的顶级交易所啊，因为监管的缺失，导致用户损失超过10亿美金。后边呢，又有像 Multigen 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黑客的攻击，导致用户损失也超过了2亿美金。加密货币似乎永远都跟炒作、暴雷这样的负面消息啊挂上等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相信 Web3， 毕竟大部分人啊是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啊去识别每一个项目的专业术语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踏入 Web3 这个世界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怎么样去分辨那些不靠谱的项目。这里我们就先看一个案例。在2024年，加密货币行业最疯狂造富运动就是积分游戏。简单来说啊，就是你把你的钱放到一个项目当中，它给你的不是利息，而是积分。你许诺这个积分可以在将来兑换价值连城的代币，这个行为啊也叫空投。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航空公司的里程积累？如果说这家航空公司可以随时不认账呢？在2024年的4月啊，一个叫 Z Casino 的一个项目啊，就给所有人上了血腥的一课。Z Casino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游戏平台。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在项目的白皮书当中就宣称，用户啊就可以在这个项目当中质押自己的以太坊，用来兑换平台的代币。这个代币呢就是平台的积分，你可以用这个积分呢去玩游戏，也可以在用户和用户之间进行兑换和交易。Z Casino 这个项目组啊，他们在一开始承诺用户，在项目上线之后，用户可以把自己的以太坊取回，但是在吸纳了超过3300万美金的以太坊之后呢，这个平台呢就单方面的宣布，所有用户的以太坊都已经兑换成了自己平台的积分，并且呢锁仓15个月。这就像你把你的现金存进银行，银行却告诉你说，把你的现金已经全部换成了银行的股票了，并且15个月之内不允许你交易，你的钱啊已经不再是你的钱了。这下用户就炸锅了。Z Casino 的这种行为啊，就引起了社区的愤怒，纷纷开始组队维权。
仅中文的维权群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啊。而之后呢，这些用户甚至还发现 Zcasino 这个团队甚至把用户质押的这些以太坊全部进行了再质押借币，用借出来的这些钱去炒币，而且是高杠杆的炒币，并且还造成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损失。最终呢，在2024年的4月29日，阿联酋警方和荷兰警方在迪拜合作，把 Zcasino 的这个团队核心抓获了。但用户的损失就再也无法挽回了。这类型事件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rug pull， 抽毯子。rug pull 就是指 Web3 的项目方通过许诺不切实际的高收益吸引用户质押自己的其他加密货币，换成自己平台的代币，之后呢，再通过修改智能合约或者直接操作资金池，把用户的资金全部卷跑，导致自己平台的代币一路下跌，并且呢，大量的去抛售自己平台的代币，卷走最后一分钱，让用户一无所有。由于 Web3 项目的发展迅猛，每天都会有大量的 Web3 项目上市，这也导致了 Web3 用户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项目，这也就给了很多 Web3 项目当中的一些欺诈者绝佳的收割平台和机会。绝大多数这样 Web3 的项目方也都会把自己的项目包装成一个很高科技的产品，然后再通过很多线上的社交媒体和一些社群的活动去推广自己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呢，再拉很多大的机构来给自己做背书。比如说 Zcasino 这个项目，他们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就在自己的主页上放了很多顶级投行的 logo， 比如说 A16Z、红杉资本等等。之后呢，也有很多投资机构纷纷站出来打假，表示自己跟 Zcasino 这个项目完全没有关系。之后呢，还有很多用户呢扒出来 Zcasino 这个项目的代码非常的粗制滥造，根本就不像一个成熟的团队能够做出来的产品。所以说，当一个普通的 Web3 用户面对这样的一个精心包装的产品的时候，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毕竟很多 Web3 项目去中心化的这些特点，让政府没有办法去监管它。如果有一套简单可行的方法提供给 Web3 用户，那他们在面对新的这些项目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筛选，来规避掉大部分的粗制滥造的项目。作为一个入门的 Web3 投资者，随着国内RWA 产品的陆续推出，你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 Web3 项目，听到更多的关于 Web3 的词汇。但是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没有精力去逐一的分辨所有项目当中的项目逻辑和架构的。一个项目的白皮书动不动就几十页，光是搞清楚所有的这些词汇就已经让人很头痛了。什么去中心化、零知识证明、Layer 1、Layer 2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词汇，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在没有那么多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去辨别项目呢？我们可以选择的策略就是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虽然很多 Web3 的这种团队和项目对我们来说很陌生，但是行业当中还是有一些受到监管并且有公信力的企业，比如说头部的交易所币安、OE， 以及一些热衷于投资 Web3 企业和项目的团队，比如说 A16Z、红杉资本等等。这些机构在孵化和投资一些 Web3 项目的时候会对他们的团队进行详细的背调，这就相当于帮助我们筛除掉了大部分的草台班子和一些风险。查看一些项目的投资方就像看一些初创企业的股东名单一样。有了这些顶级机构的背书项目的合规性以及长期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了，专业机构也不是永远正确，毕竟 Web3 还是属于高风险的投资行业。就刚刚提到的 A16Z、红杉资本这些企业也都投资过爆雷的 FTX 交易所，结结实实的吃了不少的亏。所以我们除了依靠这些圈中的人脉，我们还需要一些进阶的调查方法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筛选项目。这个方法就是思维分析法。思维分析法就可以简单理解为用 Who、How、What、Where 4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项目的所有层面上的情况。我们先来看 Who， 是谁在做这个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这个 Web3 项目的团队进行一些简单的背调。举个例子比如说我 Gabe 现在想要开一个海鲜饺子馆，号召股东来投资，那你一定会多方打听我的背景和情况。同理当一些项目方开始推广自己的项目的时候，也会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白皮书当中介绍自己的团队的背景以及能够背书的机构。我们除了要关心这些团队成员的履历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链上信誉。这个团队的成员曾经做过哪些项目，有没有出现过跑路或者失败的项目，其他用户对于这些项目的评价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通常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者是一些像领英这样的网站能够搜索。我们通过交叉的验证就能找到这个团队成员的蛛丝马迹。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项目成员在社交媒体上边的一些发言来观察这个项目的可能性。这个团队是不是很积极，能够在社交媒体当中耐心的回答一些用户的很尖锐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畅想未来，吹捧项目的收益性。
这代表着这个运营团队是不是有成熟的运营经验，并且有足够的危机处理能力。一个成熟的团队才是一个项目成熟的基石。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点 how， 就是了解这个项目的代币经济模型。所有的项目都是从设计自己代币的经济运转模型开始的，就像设计每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的方式一样。比如说 Gap 想要开设自己的海鲜饺子馆一样，这个店开在哪里，装修怎么样，有什么不同馅的饺子，怎么样定价，盈利之后怎么样分红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白皮书当中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对于这个经济模型有任何不同的看法，你都应该在社群当中及时的去跟团队进行沟通。如果仍然没有办法去打消你的疑虑的话，那你就果断放弃这个项目。Web3 项目代币的发行和流通也都会有自己的模式，这些模式呢都会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的去执行。所以大部分项目的经济模式在发布之后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团队在这个智能合约当中留下后门，或者经过代币持有人的投票后对原有的代码进行升级和改变。这个代币持有人共同治理的组织就叫 DAO， 也叫去中心化治理组织。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股东大会。作为项目的持有人你肯定关心的是，当你购买代币之后，这个项目会不会超发，导致货币的贬值。就像以前的津巴布韦币一样，看起来1张的面值可以买得下 Gap 的饺子馆，但实际上呢，连买一盘都费劲。所以项目方采用的经济模式就决定了代币的价值增长。不管项目方是采用交易逻辑还是技术逻辑去定义自己的价格，都可以通过 AI 来解读这个经济模型，从而了解这个经济模型是不是站得住，它里边的漏洞在哪里。另外，我们需要从代币经济模型当中去获取到的信息，就是你能够拥有什么样的权益，是拥有到社区的投票权，还是拥有收益的分享权，或者是两个都有。代币经济模型就决定了你手里边的代币未来是越来越值钱，还是越来越不值钱。一个健康并且具有潜力的经济模型，一定具有透明并且稳健的财务支撑。比如说，项目筹备阶段都有哪些大的资方提供融资，提供了哪些优质的储备资产，发行后的代币分配比例是什么样的，锁仓期分别是多久如果项目方的投资人信任倍数非常强，而且也真金白银的投入了资金在这个项目当中，并且在后续的分配比例等等政策上是倾向于长期发展，并且有利于用户的，那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项目。我们现在来看思维分析法的第3个维度，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What。 这个项目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在 Web3 的世界里所有的项目在广义上只分为2种。第一种就是通过技术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以太坊 ETH 通过不断迭代的技术，为 Web3 世界里头的开发者提供了一种能在区块链上边进行复杂编程的技术和工具。它就像区块链里边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样，或者是通过这种底层技术进行2次开发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呢，像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Uniswap 这种技术呢，就允许用户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当中呢，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的完成代币与代币之间的交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天候的智能银行。这种真实的项目呢，解决了在 Web3 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这些 APP 能够帮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一样，属于虚拟世界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型的项目统一叫做技术派。对于技术派的这一类型项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项目的价值呢？请记住3个关键词：真实性、优越性和数据验证。让我们来抛开那些宏大的叙事，来关心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如果一个项目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说火星移民，那你应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火星移民这种项目？这个需求的迫切性和真实性到底有多高呢？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讽刺马斯克我只不过在想，在 Space 的飞船能够真实抵达火星之前我觉得火星移民这个项目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去思考，它到底值不值得去投资。如果一个项目它解决的是你闻所未闻并且完全没有感知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个项目的真实性以及它的发展性你就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呢，我们来看技术优越性。我们就以 Uniswap 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来举例。在 Uniswap 这个项目推出之前呢，去中心化的交易确实体验非常的糟糕，交易速度慢，流动性差，手续费还特别的高。所以呢 Uniswap 就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完善并且完全可行的去中心化交易的一个方案，并且体验还相当的优秀。之后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到 Uniswap 这个生态当中，慢慢的把 Uniswap 缔造成了全球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平台。我们所说的技术优越性，不是在之前的方案上修修补补，
而是说它可以以极大的优势将过去的方案甩到身后。拥有这样技术优越性的项目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真正的好项目。拼多多的黄峥之前就说过一个理论，好的项目就是一目了然的，就像姚明站在了一群普通人当中一样，高的一目了然。Web3世界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完善整个生态，所以呢，之后一定会出现非常多的具有技术优越性的项目。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投资 Web3 最好的一个阶段。最后，我们来看数据验证。数据是不会说谎的，特别是区块链技术这种完全公开并且不能篡改的技术。如果你认真的去分析一个项目的数据，你就一定能够发现这个项目的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具有技术优越性的项目，而且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它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到这个生态当中。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知道这个项目它的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比如说日活跃用户量 DAU， 比如说总锁仓价值 TVL， 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数据。如果这些关键的数据它的增长特别的快，而且很稳健，并且呢伴随着一些非常大的机构以及巨鲸用户的进入，那我们就要恭喜你，你又要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项目，离财富自由又近了一步。除了技术派还有一类型项目是为 Web3 世界提供精神共识的项目。这种项目的投资逻辑更让人感觉到迷惑。比如说比特币，比如说各种的秘密币，有人觉得它们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锚定任何的等价物。但是呢，又有很多个人、机构甚至国家这类型的项目当做各自资产储备里头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甚至对这类型项目的未来期望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把这类型项目可以叫做共识派。这类型项目并不是通过解决一个什么样实际的问题而产生价值，而是通过有多少人对这个项目产生共识而产生价值。那这样的一些项目，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它的价值呢？我们可以通过叙事、传播和社区这3点来分析它的价值。首先呢，我们来看叙事。任何一个 Web3 项目的背后它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比特币的故事就是在讲对抗法币通胀的数字黄金。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狗狗币。狗狗币的核心故事呢，就是以马斯克为核心的一个马斯克概念币。这些叙事有些比较宏大，具有感染力，有些呢比较有趣新颖，有些呢造梗能力强。好的故事呢，就会给人带来更多的想象力，也就有了用户增长的一个前提。其次呢，我们来看传播。共识的形成依赖传播，只有讲的人多了，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用户产生新的共识。想要看一个项目的传播能力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这个项目到底只是在一个小圈子当中传播，还是说它能够突破次元壁，在更大的一个社交媒体上边能够产生更多的话题。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川普币，我相信很多没有接触过 Web3 项目的朋友也应该知道，现任美国总统在上任之后就发行了一个跟自己名字相同的一个加密货币，并且在发行的第一天市值就超过了270亿美金，还在之后发行了以川普的老婆梅拉尼亚命名的梅拉尼亚币，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概念币。这个就是以个人影响力破圈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一个项目能让你内心当中觉得它是有影响力的，它有传播力的，那就一定要把它拿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社区。社区的文化和凝聚力决定了一个项目天花板的高度。如果项目中全部都是一些短期的投机者，把项目当成短期投机的工具，并没有人真正的去建立和维护项目的文化社区，传播项目的理念，那这个项目大概率在短期之内就会经历比较大的波动，很快呢就会被这些投机者收割。那我们呢其实就可以关注官方的一些社区和社交媒体，观察官方以及用户的一些言论，看看这个社区当中呢，除了对于价格的一些言论，还有没有针对一些其他问题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官方有没有积极的在回复社区的一些问题这些积极的讨论都能够影响一个项目的成败，能够影响一个项目它的传播力。所以你看我们分析技术派和共识派这2类项目呢，使用的是不同的分析方法。分析技术派的项目呢，你要像一个产品经理，冷静的去分析它的功能、数据以及它的市场竞争力；而分析共识派呢，你要像一个社会学家，敏锐的去捕捉它的文化、情绪以及市场感染力。最危险的投资就是用产品经理的角度去分析一个梗，或者用分析一个梗的方式去分析一个底层技术。这种分析逻辑的错位就是大部分人投资失败的原因。最后一个维度我们来分析 where。不管是从宏观的生态还是从微观的社区质量，一个项目选择在哪个公链上面去开发，就像一个公司选择在哪个城市安家。还拿我的海鲜饺子馆来举例
如果我开的是海鲜饺子馆，但是呢，我选择在乌鲁木齐去安家，那这个选择必然是失败的。因为不管是从资金成本，还是通过市场匹配度来说啊，这个选择都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不同的公链都会有它的技术底蕴和它的文化契合度。比如说呢，不同的咪咪币啊，都选择在 Solana 这条链上边去发行和创作，就是因为 Solana 这条公链啊，它的技术先进度足够的高，它允许大量的用户啊，在 Solana 这条公链上边同时的进行创作和交易，它能够支持非常高的并发，并且呢，交易的成本足够的低，这就允许很多个人能够在 Solana 这条公链上边进行创作和发行，所以就催生出了非常繁荣的咪咪币市场。但是如果你将一些底层技术非常硬核、非常严肃的金融产品放到 Solana 这条链上的话，必然就会因为水土不服而产生很多的流动性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发了币，但是大家不认可，所以呢，交易程度就非常的低。那如果你想知道在这条公链上边都适合做哪一类型项目的话，你只需要去了解这个公链上边曾经有哪些成功的项目就知道了。聊完了 Web3 的项目分析方法之后，我相信大家在遇到一些陌生的 Web3 项目的时候，已经知道如何初步的去分析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了。随着我们国内越来越多的 RWA 项目以及人民币稳定币的推出啊，我相信我们国内的很多普通人啊，也能够在未来参与到 Web3 项目的一些实际的实践当中。随着资本争先抢后的进入，全力立法接纳 Web3 世界货币系统的重构，当这些宏大的变革悄然的在你我的新闻头条里逐渐出现的时候，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就此诞生了。但是啊，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啊， Web3 世界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和机遇同时存在的二元世界。即便是那些拥有着强大的信任背书，而且经过精心挑选的项目啊，也依然属于是高风险的项目。我们今天分享的分析方法啊，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财富代码都更加的有价值。因为市场永远在变，项目会层出不穷，但分析问题的底层逻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才是你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的唯一保障。面对 Web3 的浪潮，我们既要敬畏它毁灭性的力量，也要拥抱它创造性的可能。真正聪明的投资者啊，不是去预测风口，而是去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然后在混沌中保持清醒，耐心的布局，这才是通往下一个时代的真正船票。